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池塘。这天，也就是2022年3月5日，坐车来到了群马，看到这里的风景的确很不错，雪白的一片，还有巍峨的高山，很壮观。因为我是做的软件开发行业，最近正好经历了一些面试，有国内中国人的中日文面试，也有日本人的纯日语面试，还有西方人的纯英文面试。那就一边看窗外的风景，一边说一下中国人、日本人以及西方人的面试都有什么差别吧。当然，每次面试我都可以学习到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所以多面试几次也没有坏处。先说一下中国人，特别是在中国的企业的面试。根据我参加的几次线上国内的面试，可以概括一下，得出以下几个结论。一、国内的面试很注重各种基础理论知识。国内的面试给人的感觉就是问得非常详细，各种问题层出不穷。比如 Java 问到了 Spring 和 Spring MVC 有什么区别， Sp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， Spring 是如何实现和什么时候注入的，如果注入的时候设置一个初始值会怎么样，类里面如果不写 public、private 的话，默认什么状态，各种情况，包内是否可见， equals 和等于的区别，乐观锁和悲观锁的原理和主要用在什么地方，为什么用乐观锁，消息队列的原理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和有什么缺点， get 和 post 有哪些区别， JavaScript 函数和类里面 this 的含义，数组的主要方法有哪些，函数名是否可以作为变量，有没有用过 call 函数等等。libAttis 美元符号和井号和大括号有什么区别， MISC 里面问一个比较复杂的 SQL 语句，以及 MISC 和 Oracle 有什么区别等等。U 则问 MVVM 的概念是什么，有哪些钩子等等。另外也问基本设计书和详细设计书有什么区别，有没有做过结合测试等等。前端和后端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即使工作经验丰富，但没有很全的知识面，还真的没有办法全部回答出来。二、对日语的要求也不低，虽说是国内对日开发的公司，但是要是日语口语不好，也不容易找到工作。有的公司还好，只是用日语自我介绍一下就可以了，有的公司则会用日语问好几个问题，看看能不能回答出来，或者让你用日语翻译一下你之前说的话。三、对年龄有要求，有些单位会明确提出要多少岁以下的人，有些单位不会明说，但是给人的感觉在招聘的时候会考虑这方面的情况。四、工作性质，中国对日开发企业和日本的也差不多，都是要经过客户面试才可以进入项目工作。当然，进入中国对日开发企业也是要经过严格的面试的。当然可以理解的是，如果日语不太好，国内的程序员基本就够用了，没有必须再去招国外回来的人。所以给人的感觉，国内的对日开发的招聘基本上是技术好，特别是理论好，然后日语也好的人比较受欢迎。那么再来说一下日本人的面试。经过多次日本人的面试，我总结出以下几点。一、日本人面试不会问具体的技术问题，更偏重于对经验的考察。他们一般会问有没有做过 Go， 有没有做过 AWS， 主要是问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以及有多长的经验，或者做过多少本基本设计书，多少本详细设计书，多少个画面等等。也许是他们不太懂技术的原因吧。二、日本人面试对日语要求也是比较高的，至少在面试的时候要听得懂日语，并且要用日语回答出来。有些日本公司会问英文怎么样，如果日语不太好，英文是否可以沟通之类的。三、日本公司对年龄的要求，感觉日本公司对年龄大的程序员更加看重，因为经验更丰富，更容易满足他们的需求。
所以年纪大一点，在日本干软件开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4. 工作性质，日本企业的工作性质基本上都是派遣制，就是派遣到这个公司工作，相当于劳务输出而已。虽然在他们公司上班，但是不是他们公司。总的来说，日本软件公司的面试相对于中国企业的面试更简单，更加注重经验，基本上不会问技术方面的问题。如果经验丰富，而且日语还可以的话，找工作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。而且日本现在因为疫情影响，很多企业都可以在家办公，这点十分人性化。说完了日本公司的面试，再来说一下西方人的面试吧。我面试的公司是乐天，虽然也是在日本的公司，但是里面的员工都是说英语，对英语的要求比较高，并且大部分是西方人。首先面谈的是乐天的人事，看起来是一个印度的女士，她说让我发英文的简历给她，然后帮我推荐乐天的职位。后来让我在线做了3道Java编程的题目，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。1道题目是修改错误的代码，还有1道题目是写一个排序的代码，还有1道是写一个测试的代码。前面2个很快就完成了，最后1个测试代码没有接触过，试了好久都没有做出了，只好放弃了。接着通知我面试了几次不同部门的面试，面试的人大部分是西方人，有1个是日本人。总的来说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： 1. 比较注重基础知识，问的技术问题比较细，比如会问 abstract 和 interface 有什么区别， cookie 和 token 有什么区别，怎么保证 cookie 安全，避免 cookie 被盗用，测试的时候如何测试不同的功能， CI/CD 的原理是什么，如何配置 CI/CD 等等。2. 对个人发展比较注重，比如会问为什么想到我们公司工作，你希望在公司做什么职位等等。3. 对英文的要求，对英文的要求比较高，像乐天这样的公司一般要求考托业，我因为没有考托业，只有中国的英语4级证书，他们说不行，即使通过面试，他们也要安排1次托业考试，通过了才可以继续。我试着做了一下托业考试，感觉通过考试还是问题不大的。4. 工作性质没有派遣，也就是面试上的话就是正式员工，比较稳定，不会再让你去客户那边面试。不过他们人事说不能在家办公，除了工资以外还有股票、奖金等，收入比较多。总的来说，像乐天这样的西方公司面试比较正规，需要的时间也很长，通常是有几次面试，而且还有英文的考试。而对于技术的要求，我感觉比较接近于中国企业，问的技术问题比较多，而且需要的知识面比较广，感觉不太容易通过面试。另外给的工资也比较高，工资水平比较的话，那就是西方企业高于日本企业，高于中国对日开发企业。如果选择的话，还是去乐天这样的西方公司比较好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吧，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，请不吝批评指正。谢谢观看。